1999年12月31日，弗赖正在玩游戏，结果打了个史上最低分。老板叫他快去送披萨，弗赖叹了一口气，骑上自行车开始工作。没错，他就是一名送货员。街上一片热闹，可惜这都不属于弗赖，连女友也弃他而去。弗赖忍不住吐槽：“我讨厌这种生活，我讨厌这种生活。”小偷又给了他一个惊喜，他还全然不知。低温储藏室里面一个能动的人也没有，除了弗赖自己。现在这些点外卖的真是越来越奇葩了。弗赖放下披萨，喝起了啤酒。外面正在进行跨年倒数，当人们数到最后1秒的时候，弗赖吹起了响笛，并准确地掉入冷冻仓。等他醒来，已经是1000年以后了。天上是各种各样的飞船，弗赖就这样来到了未来。他被带到了命运分配室，里面有个独眼美女等着他，她叫莉拉，是一名命运分配员。弗赖是他今天最后一位顾客。突然来到未来，莉拉认为弗赖会很难过，其实不然，相反，他很开心，因为之前的生活真的是太糟了。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，那相信你会在这里生活得很好。莉拉命令弗赖脱光衣服上诊断台，通过 DNA 检测，报告显示弗赖还有个亲戚活着。太好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休伯特教授。虽然是弗赖的孙侄子，但他看起来比弗赖还要老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弗赖获得了新生。这一次他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。刚说完，莉拉就为他拟了一份职业规划，竟然还是送货员。弗赖坚决不同意。莉拉说，每个人得到的工作都是自己擅长的，如果你拒绝，就会被轰进太阳。可弗赖是真的不想做送货员。莉拉表示，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，但还是要干。尽好本分，各司其职，伸出手来，然后就要为弗赖植入职业芯片。弗赖拼命逃跑，还把莉拉关进了冷冻仓。见他长得还算好看，弗赖把时间从1000年改为5分钟。来到外面，弗赖左看看右瞧瞧，还忍不住体验了一把成绩特快。看见一个电话亭，弗赖想正好给侄子打个电话。在排队的时候，他遇见一个机器人，机器人赶时间，决定和他来个双人套餐。这一看就是老手了，难怪刚才弗赖按半天都没反应。快速无痛或者剧烈疼痛。我要拨一个对方付费的电话。电话亭却给他选了个迟缓剧痛，原来这根本不是电话亭，而是个自杀亭。两人机智的躲过一劫。机器人说：“我叫班德，既然没领成盒饭，不如我们去喝一杯吧。”另一边，莉拉已经从冷冻仓出来，老板非常不满，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弗赖，为他移植职业芯片。莉拉回答：“他不过就是个小人物，我真的不想强迫他。”老板表示：“那是你的工作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而我的工作就是让你去做你的工作，不管我喜不喜欢。”生活真美好啊！酒吧里，班德和弗赖一见如故。听了弗赖的遭遇，班德说：“简直跟我的工作一样糟。我曾经是一个压弯机，负责压弯钢梁，但当我知道这些钢梁用来做什么后，我就再也做不下去了。”弗赖问：“做什么？”自杀亭。难怪班德想要去自杀。说着，他又要去自杀了。弗赖叫住他：“你可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好吧？但我不想人们以为我们是人机恋。”这时，弗赖看见了门外的莉拉，莉拉也发现了他们，二人火速逃离。莉拉赶紧请求支援。班德说：“我们可以躲进博物馆，今天这里免费，是个好主意。”来到博物馆，里面全都是各种著名人物的人头，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将智慧与那些寻求知识的人分享，这是一份非常体面的生活方式。弗赖很好奇，那你们怎么吃饭呢？这很简单，吃饭啊。真是够体面的。突然，莉拉和警察走了进来，他必须要为弗赖植入芯片，这是工作，只要尽好本分，各司其职就好了。虽然他并不想这么做，弗赖害怕的后退，却不小心打破了装着尼格松人头的罐子。尼格松对弗赖发起攻击，警察看不下去了，对着弗赖和班德就是一阵暴打。莉拉表示：“别用暴力啊，心平气和的交谈不好吗？不好，滚开你这个大鼻子！你可以嘲笑我的独眼，但不能嘲笑我的鼻子。”莉拉用暴力解决了2个警察。警察说：“我们也只不过是在尽好本分，各司其职呀。”莉拉若有所思。在几个人暴力打架的时候，弗赖和班德趁机逃跑。他们来到一个密室，但这个密室只有一个窗口能逃跑。弗赖让班德去压弯栏杆，这样他们就能脱困了。班德不同意，我只压弯建筑材料。弗赖表示：“别管那些程序了，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，这样才能区分人和动物还有机器人的区别。”班德觉得他简直是在胡说八道，但经过电击后，他同意了弗赖的说法，把栏弯压干，二人成功逃脱。来到旧纽约遗址，弗赖看见了以前居住的街道，还有第一次和女友约会的地方。可惜现在他们都变成了一片废墟。以前每一个他认识、关心的人都领盒饭了，不，还有一个你认识的，那就是莉拉。
弗赖烦躁：“你可真是阴魂不散，就不能让我独自待会儿吗？”莉拉回答：“不能，但我了解你的感受，我也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独眼外星人。”看来两个人是同病相怜。弗赖决定接受命运的安排，植入职业芯片，莉拉却扔掉芯片。他一直想要罢工，今天终于逮到这个机会了。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此刻萌芽。你来凑什么热闹？我想成为这一刻的一部分。嘿，他偷走了我的戒指，抱歉。虽然弗赖不用被植入芯片，但现在他们都成为了职业逃亡者，既没有了工作，也没有家。弗赖表示，不如去侄子那里看看。来到侄子家，经过验证，教授终于相信弗赖是自己的舅舅。他带几个人参观自己的实验室，想不到教授不仅有收藏电缆的癖好，还有一架宇宙飞船。突然，警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是尼格松。他还对刚才的事耿耿于怀。四个人立马准备开着飞船逃跑。警察表示，要是你们敢试图起飞，就用激光枪把你们射下来。对此，四个人毫不知情。起飞进入倒数，3、2、1，升空。满天的烟火，激光枪也拿他们没办法。飞船顺利进入太空。弗赖说：“看来我们要永远逃亡了。”那可不一定，他们可以成为宇宙飞船的新船员。正好，教授保留了老船员的职业芯片，这就是弗赖梦想中的职业啊！他问自己的工作是什么，教授回答：送货员。好吧，虽然还是摆脱不了之前的工作，但这一次弗赖很开心。都说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但到了未来，命运竟然也可以被安排。每个人都各司其职，尽好本分。这到底是对还是错？相信你看这一集已经知道答案。这一集，教授的星际快递公司正式开业了。由于弗赖几个人是新手，因此教授专门做了一个广告，让他们对接下来的工作有所了解。看见屏幕上的大鸟，弗赖发出灵魂疑问：难道那也是工作内容？当然不，都是些5毛钱特效而已。先吃早饭吧，希望你们所有人都喜欢吃蛋。喜欢是喜欢，不过你这蛋好像放得有点久了。赫米斯哼着歌走进公司，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弗赖还是没有习惯31世纪的食物，咖啡味熏肉，熏肉味柚子，还有魔鬼巧克力，这是给人吃的吗？正说着，赫米斯推着一个包裹走了进来。作为公司的会计，他负责运营快递业务和付账单。有了会计和送货员，还差一个船长，谁适合这个伟大的职业呢？是毛遂自荐的弗赖，还是酒鬼班德？算了，就莉拉吧。作为船长，莉拉要签一个协议，以避免公司因为未知因素而导致诉讼，比如减压舱失效、脑生寄生虫、急速腹泻等等。虽然很奇葩，但莉拉签字保证会尽力减少人员伤亡，然后在协议上签了字。另一边，弗赖被教授拉来做身体检查。早就听说这个约翰医生与众不同，但没想到这么与众不同。弗赖想，还是人类医生适合我。约翰说：“小朋友，我可是人类医学领域的专家，现在请跟着我说。”啥？我母亲可是很神圣的，滚出去！弗赖被赶了出去。来到外面，大家正在为班德做清洁。咦，怎么多了一个小妹妹？原来她是教授的实习生，叫艾米王。她家在火星上非常有钱。一听说有钱，班德立马要为她表演节目，顺便拿走了艾米的钱。一切准备妥当，众人来到目的地月球。弗赖激动地走下飞船，这是弗赖的一小步，也是等候入场的一大步。月球早已经不是那个月球，这里被改造成了游乐园，大家见怪不怪。只有弗赖像个傻子一样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体验一番，可包裹还没有送。看来不管到了哪里，工作都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。好在莉拉还算有人性，她表示只要送完快递，就可以带大家去玩碰碰车。玩果然是工作的动力。艾米来帮弗赖把箱子卸下来，干完后锁上门，别出岔子。弗赖和艾米立马把包裹送到了仓库，可飞船钥匙却不小心被艾米掉进了包裹里。他们还全然不知，几人如愿的来到游乐园，路过一家卖纪念品的店。班德表示，这不就是一帮傻子买礼物送给另一帮傻子吗？说完，弗赖就贴了一块磁铁在他头上。班德立马发出猪叫，像个乡村歌手似的装疯卖傻，因为磁铁会破坏掉他的行为控制器。不过乡村歌手的确是班德的梦想。大家继续在游乐园里畅玩，看完了捕金人，又看疯狂的田鼠。弗赖觉得这演的都是些什么，一点也不专业，到处都是人造设施，还不如待在地球上。他真正想做的是像阿姆斯特朗那样在太空里行走，而不是看这些人造东西。但人造的东西才好玩，外面空空如也。班德说，你就是那种到了北京就只想参观长城的家伙。莉拉决定带弗赖去坐月球表面的轨道车，真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啊。弗赖认为终于可以开始真正的月球探险了，但是
我们是月球上的捕鲸人，我们手里有鱼叉，这里根本没有鲸，我们唱着捕鲸歌只是在装腔作势。他气得把车开到了月球表面，这才是真正的探险，才是真正的月球。弗赖还想去找首个着陆点，莉拉表示那个遗址已经失踪了好几个世纪了，但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有好运。现在我想回去了，算了，还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吧。结果飞也没飞成，还是莉拉打开了氧气罐，才把他救出来。不过也因此损失了很多氧气，这才是真正的大难临头。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没了车，也找不到回去的路，两人只好在月球徒步。突然出现一个机器房，他们赶紧跑了过去，结果被主人当成是入侵者。莉拉解释并问可以要一点氧气吗？主人说在这里，氧气可不是从木头中释放的，要想得到就得去我的农场里干活，能不能在日出前回到游乐园，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。弗赖表示没问题，他不知道月球的黑夜只有2个小时，并温度在-173°C，他们的宇航服根本无法御寒，所以在日出前哪里也去不了。主人允许二人睡在机械房，但不能碰他3个漂亮的机器人女儿，有多漂亮，请自行体会。甜美型，丰满型。弗赖呵呵一笑，还不如莉拉呢。为了早点回到游乐园，二人开始干活。莉拉抱怨，都怪弗赖，非要到月球表面来。其实他只不过是废墟、干涸、无趣的蛮荒之地。对此，弗赖很生气。二人正争执着，却看见班德被主人追赶。原来，在他们去坐轨道车的时候，艾米在游戏厅的娃娃机里看见了飞船钥匙。他想用娃娃机把钥匙拿出来，但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。班德告诉他夹娃娃的诀窍：左膝跪地，右仰62度，像这样。可恶的机械臂，可能要耍些手段了。最后他不仅没有拿到钥匙，还被保安轰了出去。然后他就来到了这里，和农场主人的3女儿来了个爱的抱抱。此等耻辱，主人怎能忍受？一定要为女儿讨个说法。看他那长相，就知道是个不好惹的角色。二人慌忙开始逃跑，顺便带走了一瓶氧气。主人穷追不舍，就在快要抓住3人的时候，3女儿却放弃了，因为他爱她。没了主人的威胁，黑夜又来了。莉拉和弗赖继续逃跑，在逃跑的过程中，他们看见了首个着陆点。看来运气不算太坏，弗赖如愿在阿姆斯特朗的脚印上印上了自己的专属脚印。莉拉却说那不过是个已经逝去的人的脚印，如果你再不上来就会和他一样。可就算躲进着陆点，他们不被冻死也会被饿死。弗赖感到很抱歉，曾经他幻想自己是名宇航员，但那也只能是幻想，因为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他都不够格，而且没有人愿意和他相处超过1周。1周是有点长，3天可能行。班德还在外面被农场主人追赶，这次他开了一个更高级的机器。紧急时刻，艾米开着飞船解救了3人，看来娃娃没有白抓。早上9点钟该上班了，弗赖却还在埋头大睡。本想按个闹铃，结果却按了个脑袋。睁眼一看，这气氛有点不对劲啊！难道我裸睡的姿势这么迷人吗？赫米斯表示，我们压根没想看你睡觉。还有，既然你住在办公室里，就至少应该准时起来工作，9点就行，不是很准时吗？弗赖说完来到厨房，给自己倒了一碗狗粮。可他的动静有点大，赫米斯非常不满，立马翻出一张图表，上面显示上个月他们的用水量翻了3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就因为弗赖一天要洗3次澡，顺便用飞船引擎吹了个头发？莉拉，你看我的发型帅吗？我看你该吃药了。重新校准引擎需要花很多时间，那可不关我的事。弗赖傲娇离开，众人忍无可忍，让教授赶快把弗赖赶出去。教授表示他没有惹什么麻烦啊，但肉干怎么跑到弗赖嘴里去了？这简直是暴行！教授宣布弗赖必须离开，弗赖却毫不知情。莉拉决定先给他打个预防针，可并不管什么用。弗赖遵循想要不花钱就得厚脸皮的原则，软的不行，大家只好来硬的了。为什么电视越来越小？沙发的账单我们会寄给你。想到要花钱租房，弗莱就难过的吃不下饭。他问班德想要来2口吗？班德回答不用，酒就是我的能量，他们可以给我的燃烧电池充电，那雪茄又有什么用？他们会让我看起来很酷。弗莱白了一眼，班德说还是想想你住哪儿吧，也许住在冷冻舱也不错，可那里的租金太过分了，不如你过来跟我一起住。弗莱表示那感情好啊，你的公寓一定很不错。两人来到机器人公寓，班德打开房间，弗莱走近一看，越看越不对劲，这里太小了，连挂个衣服的地方都没
没有，别说挂衣服了，连个床都没有。总的来说就是要啥没啥。不仅如此，弗赖还得忍受班德的梦话。好不容易到了第2天，班德神清气爽，弗赖成了歪脖一族。莉拉决定为他换个住处。你是在委婉的邀请我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弗赖还有心情开玩笑。莉拉表示，我很欣赏你的乐观，但你必须要从班德家里搬出去。弗赖当然想搬出去，但班德会很伤心的。果然，当班德知道了这个消息后，他十分难过。你居然嫌弃我的房子小，我们才用了1.5平方米，还有0.5平方米可以再容纳2/3个人呢。莉拉说，要不要我帮你们找个更大的房子？说干就干，第一个房子是在水下，但漏水不说，还有可怕的大章鱼，必须 out。第2个房子虽然不漏水，但楼梯太多 out。第3个房子看起来不错，但它在新泽西 out。想找间能住的房子怎么这么难？突然教授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他的同事领盒饭了，但好在他的房子还在。3人来到新住处，哇哦，真是一间又大又漂亮的房子，可惜没有弗赖最爱的电视机。谁说没有？包租婆立马展示了电视，但这地方一点都不像一个家，太大了。幸好有个狭小的储物罐，这就对了嘛。不过还差最后一步，乱糟糟才是家的正确打开方式。班德表示，在这里举办 party 一定很棒。弗赖，你要知道，你在我所有朋友里，你是最重要的。为了庆祝找到新家，弗赖举办了一个暖房 party， 小伙伴们都带来了礼物。莉拉带的是迷你水果沙拉树，礼物很好，但乱扔垃圾可不对。嘿，艾米。期待已久的肥皂剧就要开始了，班德却要下去买啤酒。在他走出去的那一刻，刚刚还故障的电视也好了。女主和男主终于结婚，按照惯例，婚礼进行最后一刻，总要有人站出来。这个人就是男主的弟弟。男主还说自己有个可怕的秘密，这个秘密就是刚要说出口，电视又出故障了。班德也在这个时候回来，我无法忍受。包租婆说，现在这座大楼的所有人都收不到信号，那你们最好赶快找出原因，否则我们就搬出去。包租婆拿出探测器开始搜索，最后发现干扰源竟然是班德的天线，人们要把他赶出去。可以前他的天线从来没有干扰过他的旧电视，那是因为你的电视是有线电视，而这里是卫星电视。教授表示，他的脑电波正在以相同的频率在传输，并且他们还传输到了人们的手机里。他们强烈要求班德离开。班德对弗赖说，要不我们还是搬到那个有怪味的房间吧。弗赖拒绝了他，并表示让他离开，而自己留下，这样大家都开心。开心？对，我是班德，我总能开心的。嘿，电视好了，肥皂剧结束，大家陆续离开。临走前，莉拉对弗赖说，作为班德最好的朋友，你怎能让他们把他赶出去？你真是伤了他的心。可弗赖并不这么觉得，那不过是你们女生的想法，男生可不会这么想。事实上，友情这种东西根本不分男女。班德很难过，他甚至都不爱喝最爱的啤酒了，嘴边也长满了铁锈，看起来简直一团糟。莉拉表示，就算不为你自己，为了那些爱你的人，你也应该振作起来。怎么振作？难道要我把天线给剪了？如果这可行的话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人家的老二。莉拉再也无法忍受看见班德自暴自弃，而自己保持沉默。他找到弗赖，弗赖说，如果你唠叨2个星期也算保持沉默的话，那世上大概没有比你话更多的人了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班德那么想念你，你却不关心他。弗赖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，他决定有机会找班德好好谈谈。正说着，电视又没信号，原来是班德来了。这么久没有喝酒，他一定是醉了。班德却表示，我没有醉，我是疯了，以为可以一个人住，但自己却根本做不到，所以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让你重新做我的室友。说完拿出剪刀剪掉天线，并扔了它。没了电线的干扰，电视也好了。我希望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。我也是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该这么对你。接受你的道歉，毕竟你是人类。人生漫漫，聚聚散散，分分合合，有很多人都是过客，能留在最后的，要么是家人，要么是朋友。友谊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缺少的东西，而朋友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一类人。虽然有时候会相互看不顺眼，彼此嘲笑，但依然能够笑着来往。小时候以为友情就是一颗糖的事儿，长大后才发现，再多的糖也换不回一个真心的朋友。最后，大家为班德找到天线并接上，弗赖带着莉拉送的礼物，开开心心的回到了机器人公寓。为了让树晒到阳光，班德打开了储藏室。这一看不知道，看了吓了一跳。储藏室简直就是理想中的家，弗赖和班德终于能安心的住在一块了。曾经一个人生活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好，直到弗赖走进班德的生活，住在哪个房子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房子里有你。睡储物间，唉，人类啊。昨晚莉拉进行了一场约会，但她好像不是很满意，可能是因为对方那恶心的蜥蜴舌头。弗赖说，你
太挑剔了。如果你排除掉所有长着蜥蜴舌头或者低智商还有坏脾气的男人，那你就准备单身一辈子吧。莉拉很不满，要求高又没有错，可那至少得给那些男人一个机会。虽然你刚开始会觉得他们长得像头猪，但接下来你就会觉得他们很强壮。莉拉还是不赞同，觉得一个人生活也挺好。为了让他改观，艾米决定带他出去走走。来到舞厅，每个人都戴着圆环，因为他们看起来很傻。时尚啊，真是一个轮回。进入正题，艾米开始为莉拉物色男友。看见吧台旁边那个男人了吗？你觉得他怎么样？莉拉回答不知道。班德说我知道，他是个 gay， 因为他有 gay 雷达。一旁的弗赖在泡妹子，你来自24世纪，我来自20世纪，这样看来我们有不少共同点哦。妹子说，那你还记得那段机器人统治人类的年代吗？当然有点印象。艾米继续为莉拉介绍对象，但班德看谁都像 gay。约翰注定与杯子无缘。突然一只肥美的大龙虾映入眼帘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就此许定终身。看看莉拉煞费苦心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人，缘分可能就是这么奇妙吧。艾米无可奈何，同约翰回去了。弗赖也成功泡到妹子，为了和妹子共度良宵，他贿赂班德去看时尚傀儡秀。舞厅瞬间只剩下莉拉和保洁大叔，本想安慰安慰她，但怎么是个独眼美女，吓得立马掉头走掉。第二天，班德又燃起熊熊的八卦之心。莉拉生气，你们很闲吗？一天就知道谈论我的私生活，是有点闲，那晚点再谈论你的私生活吧。现在有一件正事要做，一项可以减免税务的慈善任务在等着他们。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星球上，住着一群可爱的动物，他们在绝境中等待救援。因为星球上存在着大量的暗物质，而暗物质是珍贵的新建材料，所以被无数人开采，最后导致星球被挖空，将在3天内坍塌。那些动物也会因此丧生。莉拉表示，那只需要把每种动物救下2只，像诺亚方舟一样。为什么是2只？哇！执行任务的途中，弗莱还在讨论莉拉。他和班德打赌，莉拉一定会找一个独眼男人。班德呵呵一笑，那他得找一辈子。其实还有一个好方法，那就是找2只眼的男人，然后再戳下1只，既方便又省事儿。莉拉说：“你们当我是空气吗？哦，那给你个叉子更省事儿。”可莉拉根本不在乎他有几只眼睛，只要少于5只就行。重要的是，他应该敢作敢为，有自信，还要穿得时髦点。话音刚落，一个时髦的男人出现，是另一艘飞船的船长扎普。他曾单枪匹马从一群狂暴的杀人机器人手中救下过一个星系，这才是莉拉心中的完美男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是行星民主联合会里最会打扮的船长。莉拉决定见见他，看他是否能帮助他们一起救下小动物。但扎普可不这么想，他想的是如何消灭他们，还有如何逃跑。在他准备像一个胆小鬼一样逃走的时候，莉拉已经来到飞船，向基夫说明来意。看见美女，他立马冲了过来，开始自己的拿手把戏。我所见过比你更性感的船长绝对不超过3个。说完就要吻莉拉的手，幸好弗赖没有眼力见，轻松将他打断。午饭时间，莉拉再次向扎普说明来意，他却大发雷霆，借口是行星联合会禁止干涉其他星球，还把3人关了起来。莉拉对他的崇拜消失，什么完美男人，简直就是超级自恋的大傻子。扎普和基夫到剑桥做冥想，面对这样一位可怕的女对手，他想到的一个好办法，那就是勾引她，然后让基夫把莉拉带到他的房间，并换上了晚礼服内裤，这正合莉拉意，他要和他好好理论一番。扎普没想到自己的计划就这样泡汤了，美色诱惑不行，那装可怜呢？果然，女孩子都是善良的，莉拉成功被骗。另一边，弗莱以为弄掉蒸汽管上的盖子就能逃出去，好不容易聪明一回，结果里面全是蒸汽。2人干脆蒸了个桑拿。经过昨晚一事，扎普成功放过3人，终于来到目的地，他们得赶快行动，因为星球本就该在2个小时前坍塌。经过一番救援，名单上的大部分动物都被救走。这时，尼普勒出现，他本不在名单上，但莉拉见他如此可爱，也把他放进了飞船。救走最后一个物种，3人回到飞船，结果里面只剩下了尼普勒，他连最后的红鹤也不放过，小小年纪胃口这么大。弗莱非常不满，想不到自己飞越了大半个星系，还洗了个桑拿，就是为了到这里给这小东西准备午餐。班德准备给他弯曲一下，尼普勒立马抱紧莉拉大腿，忽然地面开始晃动，星球要塌了，他们必须快点离开。但关键时刻怎能不掉链子？飞船没油了，莉拉只好求助于扎普，虽然他也很不想见这个渣男。扎普同意帮助他们，但前提是把尼普勒丢下去。莉拉绝不同意，她不会放弃一只可怜的动物。3人心灰意冷，打算坐着领盒饭。这时班德发现一个不明物体，仔细一看是暗物质，而这竟然是尼普勒的翔。难怪星球上会有那么多新建燃料。有了这坨翔，他们成功逃脱险境。经过一整天折腾，莉拉虽没有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，但她找到了一个可爱的同伴。
麦迪逊立方体公园，弗莱和小伙伴在看趣味棒球比赛。弗莱一脸懵逼，球上干嘛连着皮筋？莉拉回答：这是传统，就像球棒总是铝制的。约翰刚从卫生间出来就点餐，给我来一份巨无霸木鱼条。服务员却说他们不卖这个，那就来份人肉卷。不巧的是，人肉卷也卖完了。约翰不得不再次降低要求，那只要是地上爬的，而且身上带寄生虫的就行。这次他如愿吃到满意的食物，顺便还给大家都带了一份。班德可不吃这么恶心的东西，他自制了一桶爆米花。2个小时后，弗莱终于明白比赛规则，并开始解释，但莉拉一个字也没听明白，除了趣味2字。这时场上出现多方位球，大蜘蛛隆重登场，比赛变得越来越有趣。考虑到弗莱的感受，莉拉决定给他解释一番。当米勒的击球速度达到70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教授表示他打的的确不错，但森恩更好，而且在他打球的时候还没有强制使用兴奋剂。班德反驳：你们说的都不对，杰克逊才是最棒的，他曾被称为击球机器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被设计成用来击球的机器。班德还说，人类害怕与机器人打比赛，所以都不让我们进场，就算进场也只让干些杂活。说完愤怒扔下酒瓶，机器人立马出来打扫。突然教授的传呼机响了，公司收到一个新包裹，赫米斯叫所有人即刻返回公司。回到公司，班德仍然没有平息怒火，你们都认为机器人只是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工具，但我从未给任何人的生活带来便利。教授却带来了任务，他们要把包裹送到9号星球，一个见人就杀的地方。因为在几个世纪前，9号星球就被一极端分子机器人统治着。班德再次炸毛，仅因为想杀人类就要被定义为极端分子。莉拉说，你老是说人类对机器人不好，但机器人对人类又是什么态度？赫米斯把包裹扔给班德，班德表示，好啊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把所有活都交给机器人来做，可这是他进公司的第1个任务。班德可不管这些，还说今天是机器人的节日。赫米斯忍不住提醒他，上次你得肺结核的时候就已经用光了所有假期。好吧，你们都联合起来欺负我。班德任命去送快递，但他表示会恨他们一辈子。教授开心的和他 say goodbye。到达目的地，莉拉用升降机放他下去，因为飞船不能着陆，机器人会解决掉他和弗莱，所以他们只能留在飞船上等班德。在等待的时间里，2人精心把飞船布置了一番，打算给班德一个惊喜，却没想到机器人发现班德为人类工作，把他抓走了。弗莱和莉拉立马乔装打扮，准备去营救班德。经过复杂的测试，他们顺利入城。为了不露出破绽，2人还必须像机器人那样走路。弗莱说，可我想上厕所。不行，机器人没有厕所。最后他躲在垃圾桶后面解决了个人问题。这一幕正好被一个机器人看见，他要用粘合剂把弗莱的漏洞补上。弗莱吓得说胡话，于是机器人对他产生怀疑。幸好莉拉及时赶来，但他们还是被发现了。全城下令捉拿2人。莉拉和弗莱躲进电影院，而电影院里放的正是关于人类和机器人的故事。看完免费电影，同行机器人问弗莱对电影有什么评价。弗莱回答，感情戏太多了，就像一部琼瑶电影。忽然城中响起警报，每天捕猎人类的时间到了。发言人请出一位客人，他对人类有着不理性的仇恨，这个人就是班德。看见他平安无事，弗莱和莉拉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，但班德并不想见到他们，他要杀光所有人类，还在台上推销批判人类的专辑。捕猎活动正式开始，班德为机器人提供关于人类的线索，看见一家成人书店，他又跑进去看电路图。弗莱和莉拉在这里找到他，希望他能跟他们回去，可班德不想回去，他喜欢这里，因为这里能给他带来金钱和名誉。弗莱表示，但我们是朋友啊，朋友难道还比不上这些？对此班德说，我只是个机器，你们对我的友谊并不比面包机多。弗莱非常伤心，正打算离开，一群机器人却在这时走了出来。班德只好抓住2人。法庭上，机器人宣布弗莱和莉拉因为是人类而有罪，没人为他们辩护，这未免有些太无情了点。就算弗莱不能被赦免，但莉拉从基因上来说就不是人类啊。在判决过程中，法官还死机了，重启后才得到恢复。他判决2个人必须像地球上的机器人那样生活，直到被淘汰，然后送去山区学校。机器人表扬班德，可他却并不开心。判决结束，莉拉和弗莱掉进密室，原来刚刚的一幕都是做给大众看的。这个星球真正的统治者是机器人长老，他们要让2人领盒饭，并让班德当刽子手。班德犹豫不决，最终还是下不了手，因为他们是他的朋友。机器人长老知道他会这样做，多年来他们一直把人类当作替罪羊，转移公众对真正社会问题的注意力。现在由于3个人知道的太多，他们要杀人灭口。幸亏弗莱灵机一动，吹牛说自己会喷火，3人成功逃出城，坐上升降机。机器人穷追不舍，恰好包裹没送，班德就顺手把它给了机器人。回到飞船，看到弗莱和莉拉精心准备的惊喜，班德感动得痛哭流涕。没想到他们还会为他庆祝节日，尽管他只是班德编造出来用来逃避工作的借口。弗莱表示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是朋友嘛。In that case, let the dancing begin.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机器人离我们越来越近，但它绝不是仅仅用来方便生活的工具。人类和机器最大的不同是，我们有七情六欲，任何一样东西用久了也会有感情，也会不舍。睡梦中，弗莱做了一个噩梦，竟然没穿裤子就去参加期末考试，还代言了内裤广告。他猛然惊醒。What a weird dream. I'll never get back to sleep. 来到公司，他向小伙伴说起此事，他们却都见怪不怪。这是广告商当人们的梦里播广告，就好像液体进入这个鸡蛋。其实不是液体，而是伽马射线。弗莱说，这不就是洗脑吗？虽然20世纪也有广告，但也没有这么疯狂。大家之所以不奇怪，是因为每个人的梦里都会有广告，不过也没见他们争相去买超低价名牌呀。好吧，打脸总是这么猝不及防。一行人来到购物广场，香水导购员热情的有点过分，班德给他一个惨痛的教训。莉拉在美妆台做了分唇，成功转移人们对他眼睛的注意力。弗莱找到梦中的内裤，试穿效果非常好。如果没有那具镜子里的物体要比真实的更有吸引力的话，班德则继续当他的小偷。弗莱正想买下内裤，结果钱不够了。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了。他疯狂吐槽广告。这时，老妈出现在广告屏上。没错，作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实业家，他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赚钱机会？机器人润滑油听着效果不错。弗莱刚想叫班德拿2瓶，结果他就露馅了。I'm sure there's... 来到警局，众人决定筹钱保释他，但算来算去钱都不够，还差5毛。莉拉倒是很想资助，但钱包被班德偷走了。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弗莱看到以前存钱的银行，他迫不及待来到这儿，结果小姐姐却说没有他的视网膜、指纹或者截长图文的记录。这还用说吗？他都已经1000年没有用过这个账户了。不过值得高兴的是，他的银行卡居然还能用。弗莱输入密码，小姐姐告诉他里面有93分钱，幸好比5毛钱多。他又继续说，加上1000年来2%的利息，一共是43亿美元。他就这样成了100亿富翁。为此，公司举办 party 庆祝，他还给每个人买了一顶高帽子。有钱的生活就此开始，什么按个摩啊，打个蒙娜丽莎画像啊，顺便再来个凤尾鱼披萨。服务员不能满足他的要求，只能选择自爆。凤尾鱼早在23世纪就因为过度捕捞灭绝了，而这一切都是约翰的种族造成的。可怜的弗莱虽然富有，却还是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因此，为了回到快乐的时光，他买下整个20世纪历史馆。但小伙伴们并不高兴，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30世纪的生活，对于20世纪的东西就像回到原始社会。拍卖会上，弗莱花1000美元买下了丹森的骨架，还给班德买了古董机器人玩具。拍卖会到了尾声，最后一件拍卖品是约产于1997年的凤尾鱼罐头，已知这是现存唯一一罐可以使用的罐头，大家都很想要，可真正有钱的只有弗莱和老妈。弗莱势在必得，一定要拿下罐头。莉拉劝他放弃，他怎么可能争得过老妈？可没想到的是，老妈居然主动放弃。弗莱如愿用5000万美元买下罐头，回到历史馆，他过上了20世纪的生活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已经3天没去上班了。看着他邋遢的样子，莉拉表示这是种病态，你不能让自己一直活在过去。弗莱却说，我有钱，想生活在哪个时代都可以。班德很生气，那你是想和我们一起去看鱿鱼大戏，还是想继续沉溺于这些过时的垃圾？垃圾在你们眼里是垃圾，在我眼里，他们是比朋友还要重要的东西。弗莱下了逐客令，2人伤心离去。另一边，老妈因为没有得到凤鱼罐头而生气，至今还没有人敢惹她。她还表示不得到他们誓不罢休。原来一滴天然的凤尾鱼油就能为10个机器人永久润滑。如果有人掌握了凤尾鱼的 DNA， 就可以分离出自由基因，然后再把基因植入到第3个世界的小孩身上，一瓶廉价高效的机器人油就会产生。到那时候，老妈的江山基石之一，也就是机器人润滑油，就可能被挤出市场。弗莱还沉溺于电视之中，对此他毫不知情。可老妈却认为他早已知道，为了稳固江山，老妈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让弗莱破产，这样他就会不得不把凤尾鱼卖给他们。计划开始，老妈命令手下拿到弗莱的银行卡密码，他则去参加慈善晚会。手下很快找到弗莱，并把他弄晕带到了披萨店。他们还原弗莱在20世纪工作的场景，然后诱导出他说出银行密码，因为弗莱的密码就是一份
披萨和一杯汽水的价格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。弗莱真以为自己回到了20世纪，去30世纪不过是一个梦。手下成功拿出密码，取出43亿美元。弗莱一夜回到解放前，现在他才知道朋友有多么重要。虽然一无所有，但幸好他还有份尾鱼罐头。回到公司，弗莱向莉拉和班德说出自己的遭遇，老妈却来了。按照计划，他来买份尾鱼罐头，但弗莱说这是非卖品。老妈炸毛，拿出制标本就要写下一串天文数字。弗莱表示，我才不稀罕你的钱，因为我找到了比这更珍贵的东西。虽然我的朋友一文不值，但这些份尾鱼值钱啊，所以我会把它们加在披萨上，这样就能和喜欢的人分享喜欢的食物了。听他这么说，老妈满意离开。晚上，弗莱和小伙伴们开心的享用美食，但没有人能受得了这味道，除了他和约翰。5000万美元也就这样没了。不过比起钱，和喜欢的人一起分享美食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，这其中的快乐用再多的钱也买不来。新的一天开始，抠门的班德好不容易花了个大价钱洗了个豪华澡，可是刚出来，老天就给他浇了一盆水。郁闷的他干脆回公司看电视，还好电视没让他失望，是他喜欢的烹饪节目。这时，弗莱和莉拉走了进来，班德立马关掉电视，结果还是被莉拉发现。没想到你还有这爱好，真是可爱。班德有点难为情，因为他认为喜欢烹饪是一件很没有大丈夫气概的事情，所以他隐瞒了很久。不过既然被发现了，那索性就正大光明的看吧。晚上，班德被赫米斯叫到办公室里训话。伙计，我们正付钱让你整天在沙发上虚度光阴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不会，我还想要个枕头。对于这种不要脸的员工，赫米斯只好说，如果你还想拿到薪水的话，就得去干活，而不是整天看烹饪节目。班德若有所思，很快明确自己的工作，那就是成为公司的厨师。莉拉却不赞同，你只是一个机器人，连味觉都没有，怎么会做出好吃的美食？班德回答，那你以为穿一件绿色背心就会变得好看吗？为了当一个好厨子，三人来到小海王星，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异国情调、美酒和美食，还能看见让人上瘾的快乐水和卖吸罐的大叔。弗莱对大叔的独眼很感兴趣，他正打算来一个，幸好莉拉及时把他拖走。终于来到目的地，这家店简直就是个宝藏。老板除了人肉，什么肉都卖，还有沼泽根，只要一点就能让异性无可救药的迷上你。莉拉果断买了2磅，班德则要新鲜的鼻涕虫。老板问他要黄色的还是要紫色的，紫色会让人整夜腹泻不止。班德不再想听下去，反正又不是他吃，随便哪种都行。于是老板拿了黄色，而弗莱还在想刚才的独眼。他找到大叔要了全部的鱼鳃，大叔却表示得先把肺取出来，4要下周才到。弗莱听话的躺在手术台上，大叔正准备动手。Thank you。回到公司，他训斥弗莱，不是叫你离那些人远点。弗莱并不这么觉得，他甚至认为，如果自己有了鱼鳃，可能会生活得更加幸福。这时，教授又带来好消息，他们要送快递到 T 星球黑暗禁区最深处的神秘世界。莉拉说，既然是禁区，那是不是不能进去？不能进去就不能送快递。教授说，想得美，禁区只是个名字。说完就把包裹交到他手中，大家只好出发去送快递。在飞船上，班德为小伙伴们做了第一顿晚餐，美味的黄色鼻涕虫。在享用之前，莉拉提醒大家，这是班德做的第一顿饭，我们得给他一个面子，支持下他。Oh dear God！ 鼻涕虫太咸了，他们不得不喝水缓冲，但水也是盐水。弗莱的视线已经模糊，他曾经吃过一大碗盐都没有这么咸。班德却说食物没问题，是你们太挑了。但就算是从来不挑食的约翰，也不想再来第2份。终于来到 T 星球，这次送快递的任务交给弗莱。莉拉再三叮嘱他却表示管那么多，我还用你教吗？在你没出生前，我就在送快递了。说完，拿着包裹下了飞船。弗莱边走边回味那该死的鼻涕虫，他感到越来越渴。没一会儿，太阳落山，更大的太阳升起来，他继续疲惫前行，可算来到皇宫。谁知道里面竟然没有人。弗莱本打算放下包裹就走人，但奈何龙椅上放了一瓶快乐水，他正好渴得不行，抓起快乐水就喝了个精光。突然2个水人出现，原来那瓶快乐水是他们的皇帝。弗莱犯下大错，以为自己马上就要领盒饭，结果水人却叫他新皇帝。弗莱大喜，觉得白捡来个皇帝当当也不错。小伙伴闻声赶来，但莉拉仍在训斥他。牧师打断2人，告诉弗莱当上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挑选一位有能力的首相。说完还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心仪人选。这么好的差事儿，班德立马毛遂自荐。因此毫无疑问，弗莱选择了班德。莉拉想阻止2人，但没有什么用。水人为弗莱送上包裹，他打开，结果里面只有一句话
但一切都晚了，牧师又把弗莱带到后宫，现在他要挑选一位水姑娘做皇后。弗莱随手一指，牧师坏笑，没想到你喜欢这种类型。吓得弗莱又随手一指，牧师没了耐心，快点选一个吧，反正都是一样的。大厅，弗莱和小伙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贵族待遇，莉拉却焦躁不安。艾米觉得他没必要这样，这些人看起来都挺温和的。正说着，牧师又叫弗莱准备明天的加冕仪式，他会在3个太阳同时落下时加冕成为皇帝，到时候所有水人都会变成夜间形态。但弗莱只关心有很长的演讲吗？当然有，而且要背诵一大段皇家誓言。加冕仪式如期而至，每个人都换上了晚礼服，水人们还精心准备了节目。弗莱看得正高兴，莉拉却把他带到一个神秘的地方，还说他有危险，因为之前的皇帝没有一个有好下场，他们平均在位时间是1个星期。重要的是，每一任皇帝都通过暗杀前任皇帝来夺取皇位。按照惯例，如果弗莱背不出皇家誓言，他就会被杀。莉拉劝他赶紧为将来做打算。弗莱表示，如果我能为将来做打算，那我就不会是皇帝了，也不会来到30世纪。就像蚂蚱和章鱼，蚂蚱拼命做打算，结果还是逃不了领盒饭的命运。章鱼不做打算，反而过得逍遥快活。莉拉无语，决定放弃救他，可弗莱压根就没想让他救。莉拉生气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他背后出现一根吸管，但弗莱不是水人，再吸也没有用。加冕仪式正式开始，弗莱照着小抄读完了皇室誓言，然后成功当上皇帝。班德终于可以喝固体燃料了。3个太阳相继落山，所有水人发光，变成夜间形态，却没想到弗莱的肚子也发光了。前任皇帝还活着，他还命令水人把弗莱的肚子切开，他要出来。几个人慌忙逃跑，躲进皇宫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把皇帝从弗莱肚子里弄出来，不然弗莱真的要领盒饭了。约翰说可以用离心机把他们分离开，但那样弗莱的骨头会碎。其实也可以用吐出来或者拉出来的方式，可皇帝不喜欢这样，他喜欢压碎骨头的方式。最后他们选择了用哭出来的方式。门外的水人已经在破门，弗莱却怎么也哭不出来。班德想到一个好方法，那就是嘲笑弗莱，但还是没有用，毕竟男儿有泪不轻弹。约翰表示算了吧，还是让莉拉来帮忙。弗莱说没用的，他肯定还在生气，因为我让他永远也不要管我。莉拉的确还在生气，但班德仍然给他打了视频电话。眼看水人就要冲进来，弗莱感到非常悲哀，但他还是哭不出来。这时莉拉出现，对付水人他游刃有余，但他们实在是太多了。听见莉拉有生命危险，弗莱难过起来。见这招有用，班德继续夸大事实，最后索性说莉拉领盒饭了。弗莱终于流下眼泪，他扔掉皇冠，恨不得自己能替他领盒饭。忽然莉拉出现，计划被打破，弗莱还是没有把皇帝哭出来。看见水人冲了进来，弗莱终于接受莉拉的好意，他明白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好。莉拉感动，也找到让弗莱流泪的办法。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，弗莱终于把皇帝哭了出来。明天，星际快递公司的小伙伴将前往 X 星球送快递，这是传说中的病毒星球。为什么今天不去送呢？因为今晚是科学家学院的年度座谈会，这是科学界的大事儿。每名会员提交一项发明，做得最好的人会获得学院奖。因此，教授需要他们全部活着。为赢得大奖，他还发明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就是死亡时钟。只要将手指头伸进这个洞里，时钟就会告诉你还可以活多久。莉拉表示怀疑，弗莱跃跃欲试，我还必须活多久？晚上座谈会开始，一位钢牙哥吸引了弗莱的注意。他是谁？这么帅气？当然是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的教授。他还是学院里最老的成员，不过大家并不崇拜他，甚至还有点讨厌他。就连100年前他在火星大学里最有前途的学生小菊也是如此。两人一见面就开吵，简直水火不容。其实小菊一开始并不讨厌教授，直到一次重要的考试，教授给了小菊一个 A 解，小菊非常生气，后果非常严重。他发誓，就算花上100年的时间，也会报这个仇。如今已经过去99年多了，但小菊仍没报仇，晚会仍在继续。小菊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发明，一个反水中呼吸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鱼儿训练得像狗一样。台下掌声一片，教授有点担心，弗莱轻声安慰。这时，小菊走过来炫耀，还说希望教授不会像去年一样发明像死亡时钟那样糟糕的东西。说完，带着鱼儿扬长而去。经过他的提醒，教授终于想起死亡时钟是去年发明的。马上轮到他上场，在10分钟内，他必须发明出一个新的东西来。他拿的是刚写好的发明想法，一台可以闻到远处物体气味的嗅远镜。他在台上兴奋地讲着，台下却哄笑声一片。教授还想挽回，但无济于补。他忍不住用纸条擦了把汗，情况变得越来越糟。小菊终于报仇雪恨，他颁布给教授最差级别奖，也就是 A 减减。教授难过的下了台，而小菊成功获得学院奖。看着台上风光无限的他，教授流下了眼泪。他开始质疑自己，也许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168岁真的太老了。弗莱表示，这有什么？你看看我，就算
算曾经那么失败，但我从未想过放弃。这样一对比，教授开心了不少。他重振旗鼓，决定发明嗅远镜。结果他又忘记去年已经发明了一个，害大家白激动一场。但弗赖还是很给面子，教授把嗅远镜指向木星，没想到他竟然闻到了草莓的味道，再指向土星是松涛的味道。体验结束，弗赖十分满意，只要不让他闻天王星就行，因为天王星的味道非常难闻，就像臭鸡蛋。教授却说，天文学家在2620年重新命名了天王星，他现在叫职场，你再也闻不到臭鸡蛋的味道了。弗赖不相信，继续用嗅远镜乱闻，结果闻到臭袜子的味道，这可能是已知宇宙中最难闻的天体。教授用电脑计算出它的轨迹，得到惊人发现，它正直冲地球飞来，冲击力足以把整个城市变成大陨坑。他们还剩下不到72个小时，班德立马开始打劫。聪明的教授已经知道这个天体是什么，答案就在这部电影里。电影名字叫做2000年来最大的垃圾危机。2000年的纽约城到处都是垃圾，世界已经变成银河系有史以来最浪费的社会，没有地方再来处理这些源源不断生成的垃圾。填埋场早已堆满，新泽西也满了。因此在夜幕的掩护下，纽约城通过世界最大的海港把垃圾送进了大海。垃圾船在海上飘荡了50年，50年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它们。于是在2052年，纽约城又把这些垃圾做成了一枚火箭，并把它发射向外太空。然而事情没有结束，一些专家表示，某天这些垃圾可能会回到地球，而弗赖闻到的臭袜子味正是由这个垃圾球产生的。如专家所说，由于老纽约人的鼠目寸光，新纽约将会被一个巨大的垃圾球毁灭。莉拉愤怒对着弗赖一通吼，你还有心情吃面包？老纽约人说的就是你，如果你们早像我们把垃圾循环利用该多好。比如机器人是用旧啤酒瓶造的，旧啤酒瓶是用机器人造的，对了，还有你那面包是用丢掉的面包做的。弗莱立刻放下面包。几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市长，市长不相信，以为又是科学骗局。他把自己的科学顾问小菊叫了进来，小菊当然也不相信教授说的话，但市长的确闻到了难闻的味道。这时秘书走了进来，海王星发来消息，一个巨大的垃圾球正与他们擦肩而过。市长这才相信教授，新闻也插播了这个消息。众人开始想办法，莉拉说可以用导弹把它射下来，但垃圾球过于松散，导弹只会穿过它，起不到实际的作用。教授表示可以让一队人把炸弹安装在垃圾球的分界线上，方法是可行的，但谁愿意去送死呢？真垃圾。出发前，他还告诉三人，只有一次机会毁掉垃圾球，否则垃圾球会因为太靠近地球而爆炸。在激活炸弹后，他们有25分钟的时间离开。最后，教授把炸弹交给莉拉，三个人全副武装出发。由于垃圾球实在太臭，他们不得不打开飞船的反嗅觉系统。来到垃圾球上，弗莱看到了很多20世纪的宝贝，他突然不想炸了它。这些垃圾也不全是垃圾，他随便去拿一堆就能逃出一些不错的东西来。但当他逃的时候，弗莱不再想着宝贝，三人开始执行任务。莉拉成功找到分界线，她将炸弹安装并激活，可上面显示只有15分钟，一下又变成了5分钟。班德拿起来一看，原来教授把计数器弄反了，根本没有25分钟，只有52秒。弗莱吓得大叫，眼看垃圾球离地球越来越近，炸弹也只剩下10几秒，三个人不知所措。班德突然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一下把它扔向太空，炸弹在太空中爆炸，众人松了一口气。但没了炸弹，垃圾球怎么解决？三人只好空手而归。新闻对此进行报道，教授非常懊恼，弗莱表示他也有责任。莉拉说的没错，20世纪人都是笨蛋。市长决定让真正的科学家来掌控大局，也就是小菊。小菊答应拯救地球，但他有3个条件，分别是终身职位、研究许可和一个实验室，还有5个研究生，其中研究生里至少有3个中国人。市长全部同意，但他却反悔了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想救地球，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。垃圾球离地球越来越近，天上真的掉下馅饼，只不过是过期的。紧急时刻，教授认为可以造一个和垃圾球差不多大小的东西出来，这样二者相撞，也许能把垃圾球弹开。但上哪去找质量和密度都差不多的材料？弗莱说垃圾怎么样？大伙同意，但纽约城已经有500年不生产垃圾了，这简单。作为垃圾制造大王，弗莱轻轻松松就制造了一堆垃圾。他还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全市的人，所有人都开始制造垃圾。很快，另一个垃圾球产生。小菊还是不肯相信教授，弗莱给垃圾球点火，奇迹发生了，垃圾球被成功弹进太阳，化为灰烬。众人欢呼，市长代表市民感谢教授，并给他颁发学院奖。小菊最终还是没能打败教授，但他表示会报仇，哪怕再花上100年。弗莱也受到表扬，莉拉却还是担心，如果第2个垃圾球像第1个那样飞回来怎么办？不过谁还会担心几百年后的事情呢？这才是20世纪的精神。麦迪逊立方体公园即将举办野兽男孩星际巡演，作为野兽男孩僵尸粉的弗莱表示，为了看这场演唱会，我已经等了1000年，那要不要喝一杯庆祝一下？当然。随即班德抽动丁丁，一杯冒泡的黄色液体出品。
这时演唱会正式开始，野兽男孩出场，打算以一首校园经典说唱预热。莉拉表示非常惊讶，他们踩节奏的准确率竟然达到了80%。班德也认为能达到这种人还真是变态的存在。Fly 却嫌他们太叽喳，说什么屁话，还不快来一起摇摆。趁现场气氛逐渐高涨，组合成员随即来了个人体冲浪，这更让现场气氛步入了高潮。来吧，让你们见识一下1999年的人是怎么蹦迪的。随即 Fly 冲进了摇摆的人群，和着节奏晃了起来。可莉拉这边却想开游现场，几个闷骚男一直往他身上撞，但老虎的屁股最好还是不要摸，要不然分分钟上演武打动作片。欢快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野兽男孩们退场，演唱会宣告结束。没想到班德却在这里碰见了老同学小芳。你最近在干嘛？哦，我现在跟着乐队混，做音响什么的，有内部关系就是不一样。小芳直接带着3人来到了后台，这显然引起了野兽男孩们的不满，他们摆起了架子，公众人物禁止骚扰。而对于僵尸粉的 Fly 来说，他根本不建议热脸贴冷屁股。趁着2人聊天的间隙，小芳表示后面还有更好玩的东西。于是小芳带着班德来到了一间小房间，只见3个机器人轮番抽搐，并且乐此不疲。嘿，这算什么好玩的？没酒没妓女，几个大男人抖来抖去。小芳不想和他废话，即刻上前爽了一把，想来感受一下嘛。不是我保守，是妈妈曾告诉我不能接触带电的东西。妈宝男，胡说，就像谁不敢似的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未成年，班德果断地插了进去。没想到一阵抽搐后，班德顿时感觉自己身轻如燕，好似飘飘仙子。可正在兴头上，小芳拔出了插头，并提醒他适可而止，不可过量，否则会有瘾的。上瘾？我班德从不曾迷恋过什么。有了第一次以后，班德一发不可收拾。第二天，借着出来办事的名义，拖上 Fly 又来到那个让他痴迷的地下场所。他忽悠 Fly 要下去尿个尿，拿着这一尿就是好几个小时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精神抖擞的去却是扶着墙出来。由于体力不支，他瘫倒在了下水道旁。这时来了个教士，这位兄弟印堂发黑，他是有胸罩啊！照你个大头鬼，老子给你脑门开光！圣经人摇头离开。你认识他吗？他是你妈！公司里，赫米斯发现了电表异常，上个月都采用30度电，这个月怎么突然指标1000度？眼下我严重怀疑你，约翰。这时弗莱和班德回来了，艾米主动和班德打招呼，没想到班德却甩出来一句：“老太婆，说个球！”这一反常表现很快让班德成为了偷电嫌疑人，但弗莱却坚信班德干不出那种烂事儿。莉拉打算前去看看究竟，狗子出来！难道你在里面吸那啥吗？没等到班德，却等来了派送。这次的任务是去一个充满暴徒的星球送快递，没曾想到班德却像打了鸡血似的出来了。我爱我的工作，我爱我的祖国。请允许我去准备一下。3人按时上路，你有没感觉少了点什么？是少了点班德的上蹿下跳。弗莱立即呼叫班德，哪晓得班德躲在角落瑟瑟发抖，叫你爹地干嘛？突然，莉拉告知2人，前方有电子干扰，他得想办法避开它。而班德却悄悄地走了出去。他在引擎上动了手脚，飞船直冲电场。班德站在飞船顶部，放声大叫：“来吧，让火花来得更灿烂些吧！”如此强大的电流使得班德下肢瘫痪，还是艾米用电钻将他抠了下来。对于班德的种种反常现象，大家决定对他展开批斗大会，不仅偷电，而且还偷上天了。你不要命，我们都不要了嘛。而这一次，班德对于大家的指责并没有暴跳如雷，他像淹了气的气球，选择在深夜里自省，而身体的惯性却将他再次带到那个熟悉的地下室。他看了看眼前这个阴暗嘈杂的地方，又看了看身后那个灯火明亮的圣殿。这次，班德走向了殿堂，一阵激烈的快感后，班德为此感到不耻。我在干嘛？我这个瘾君子！这时他却发现了圣殿里的传道教士。我的主，我的慈父，犯下滔天大罪的孩子向你悔悟。我的主，求你垂怜宽恕，便赐予我救赎。突然班德从天而降，救我！公司赫米斯正在主持节俭大会。首先，我们应该降低伙食标准。你这是虐待！这时班德哼着小歌走来，大家早上好，你可爱的小班德上线。可弗莱似乎还在为班德之前的偷电行为感到不耻。你不会又是回来偷电了吧？不，现在的我已经不是那个我了，我找到了信仰。大家纷纷表示，这还算是浪子回头，所以我盛情的邀请你们来参加我的洗礼仪式。人都开口了，也不好推辞，于是大家来到了教堂。一番振奋人心的入教开场白后，教士郑重的问班德：“你愿意投入教会冰冷的怀抱吗？”“是的，我愿意。”于是班德郑重的按下了全自动洗礼键。最后，圣经人为他焊上本教的标志。我这里有点痒哎。为了感谢大家的赏脸，班德很懂行的请大家吃个法餐。先生想喝点什么？不，酒会扰乱心智。今天喝陈年的矿物油，健康实惠。随即服务员开始上餐，饿了一下午，就等这一口了。班德却立刻打住，我们来做个餐前的祷告吧。一段叽里咕噜的胡说八道后，大家以为终于可以吃饭了，没想到还没有完，相聚是缘，让我们拥抱彼此吧。然后就不能好好吃个饭吗？
回到公司，班德将他的感化教义遍布每一个角落。莉拉终于憋不住了，是时候让他找回小猪多人运动的心灵了。借送快递的名义，两人骗班德去了男人的天堂大西洋城。但就算两人用班德最喜欢的烟、酒，甚至是青楼女子引他上钩，他却依旧畏缩不前。班德非常纠结，往前一步是快乐，往后一步是伟大的主。来吧，释放你心灵的罪恶吧。随即班德成功入坑，他甚至忘我的扔掉了教会标志，但往往乐极生悲。班德醉生梦死的躺在温柔乡中时，一位不速之客进来敲晕了他。原来这位来客竟然是魔鬼机器人。班德被带到了地狱，面对突然消失的班德，弗赖和莉拉表示非常诡异。这时尼卜勒却告诉莉拉，他闻到了班德的机油味。于是尼卜勒带路，两人踏上了寻找班德的路。而班德正在接受背叛教会的惩罚。班德表示，我很怕，可不可以现在退教呀？不可以，你同意入我门的时候就已经卖身于地狱了。一旦你有背叛行为，你就得下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在尼卜勒的指引下，莉拉和弗赖成功进入地狱。原来传说是真的，还离我们这么近。而还没等两人细看这里，脚下的机关被触发，他们一起下了地狱。而班德已经展开了惩罚模式。突然弗赖和莉拉赶到，班德你好吗？不，我痛苦极了，他们没收了我的颜色周刊。随即莉拉对魔鬼机器人发起挑战，说吧，要怎么样才会放人？魔鬼机器人回答，如果你们在小提琴比赛中赢过我，我就可以放过班德的灵魂，甚至你还能白捡一把纯金小提琴。但如果输了，也不是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，还是会附赠一把纯银小提琴。不过我会杀了弗赖。好，成交，反正又不是杀我。随即比赛开始，而魔鬼机器人完全是专8的水平。完了，死定了，轮到莉拉了。她硬着头皮接过了小提琴。文的不行，就来武的。魔鬼机器人随即被打倒在地，三人仓皇而逃。给我抓住他们！班德就地取材，操作了一对天使的翅膀，却没想到班德顶着光圈，那一刻他仿佛就是天使，但伸往天堂的门却快要关掉了。班德加把劲，你行的，那麻烦你扔掉你手中的琴好吗？负重降低，三人成功逃脱。班德顿悟，从现在起我只做自己。三人小组灰头土脸回到公司，教授却说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们。班德及时阻止，别说了，我不干了。这样的话，教授必须再雇一个新的船员去参加公司的度假。一听度假，弗莱立刻来劲。这也是教授为了感谢他们，没有举报他无数次违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回报，而且他也为大家在泰坦尼克号飞机上订了票。这么大方，三人吓得目瞪口呆。第二天，所有人如约来到港口。作为处女首航，市长发布演讲，他还邀请了扎普，因为他是泰坦尼克号的船长。莉拉有些头疼，没想到两人还挺有缘分，换一个词来说，就是冤家路窄。无聊的讲话终于结束，大家开始登船，两个冤家也相见。扎普还想跟莉拉谈点风花雪月的事情，幸亏莉拉机智，顺手拉了个挡箭牌，而这个挡箭牌就是弗赖。莉拉还骗扎普说弗赖是他的未婚夫，真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很快飞船起飞，教授带着大伙去头等舱。在去的路上，班德看一眼伯爵夫人，他两眼发直。等回过神来，夫人早已不见。来到头等舱，教授说这是他和赫米斯还有约翰的房间。至于其他4人，他们的房间在甲板里，一个比洗衣层还要落后的地方。不过至少他们还有窗子。好吧，教授果然还是那个抠门的教授。班德讨厌这里的一切，因此他要去娱乐场打发接下来的135个小时。艾米选择去吃自助餐，房间里瞬间只剩下莉拉和她的假未婚夫布，还有扎普。娱乐场，班德的作弊系统出了故障，他输掉了所有筹码，正准备借酒消愁的时候，却又看见那位伯爵夫人，他主动上前搭讪。然而夫人很傲娇，他没想到在头等舱还能看到其他机器人，他以为大多数机器人都是劳工。班德表示，是啊，我都不知道劳工这个词的意思。夫人开心大笑，班德成功拿走他的钱。可悲的女人，你以为我喜欢的是你的人吗？其实我看上的是你的钱。另一边，扎普又开始作妖，他要改变航线，即使这条航线已经被旅游公司限定。基夫表示不行，那将穿过一大片彗星群，也就是星空中的冰川。但扎普可不管这些，他就要改变航线。在自助餐喝汤的艾米转身碰见父母，他们也来度假，顺便再给艾米找个男朋友。食品柜旁的那个小伙子就不错。艾米不想打击他们，只好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。父母表示怀疑，既然你有男朋友，那还不快给我们生个孙子？艾米无语，决定想办法打发他们。莉拉和弗赖在甲板欣赏浪漫景色，赏着赏着，莉拉就亲了弗赖。扎普怒发冲冠，但他仍然相信莉拉会回头，毕竟自己可比弗赖帅多了。等扎普离开，莉拉向弗赖解释，并表示刚才的一切都是因为扎普。弗赖有点难过。这时艾米出现，她告诉父母，弗赖就是自己的男朋友，还当着莉拉的面亲了弗赖。弗赖也尽情配合她
演戏。莉拉信以为真，对弗赖说：“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你和艾米的事，我会很高兴的，是真的很高兴。”弗赖表示：“你不会吃醋了吧？只是骗骗他的父母而已。”莉拉松了一口气，不过他可没吃醋，那就好，因为在他和艾米之间，弗赖更喜欢和他逢场作戏。班德和伯爵夫人的发展也进行得很顺利，夫人依旧没有识破班德的真面目。班德愈发猖狂，在他去梳洗的时候，他准备拿走他最喜欢的蓝宝石手镯，可就在最后一刻，他动摇了。这时夫人回来，班德只好继续甜言蜜语，并为他戴上手镯。对于他贴心的举动，伯爵说：“要么是我计算错误，要么你就是最浪漫的机器人。”班德也开始懊恼，没想到视钱如命的他，也会为了自己喜欢的人甘愿放弃金钱。不过，一个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女伯爵，一个是普普通通的老诗人，他们注定不合适。就像班德想请他喝酒都没有钱，最后只好被保安打，而他却甩下一大张钞票，连零钱都不用酒保找，这就是差距。班德向女伯爵坦白，承认自己就是个骗子，还又穷又懒又好色，连领结也不是真的领结，只是个磁力领结。但夫人并不在乎这些，她喜欢的是班德的人工智能和诚挚的模拟器，说白了就是他这个人。二人快速坠入爱河。晚上，大家参加扎普举办的晚宴，他还威胁弗赖不能看莉拉以外的女人，可弗赖也是艾米的假男友。这时，扎普又出了一道难题，他要弗赖在二人中选择一人接吻，弗赖不知所措。艾米的父母很不满，你还在考虑什么呀？吻艾米啊！但如果吻了艾米，扎普就会发现莉拉是在骗他，所以不行。就在弗赖无法抉择的时候，基夫把扎普叫走，弗赖满意的吻了艾米。而基夫之所以叫走扎普，是因为航线出了问题，飞船有危险。扎普说：“这好办，换一条航线不就得了吗？就在那个黑洞的旁边吧。”看见弗赖和别人接吻，莉拉十分难过，因此他中途离场了。弗赖找到他，问他为什么，他回答：“你和艾米都有2只眼睛，而我只有1只，所以你们才是天生的一对。”弗赖表示：“就算真的如你所说，但我对他并没有那种感觉。”莉拉若有所思，每个人都有伴，只有他没有，弗赖也是。两人默默看向彼此。回头一看，飞船竟然驶向了黑洞。扎普知道自己犯下大错，但他不仅不挽回，还推卸责任，扔下袖章就逃之夭夭。飞船开始破裂，舱内一片混乱。莉拉带着大伙逃跑，班德却告别弗赖，他要去找伯爵夫人。终于找到夫人，他冒下生命危险救下她，可又忘记关水管，两人再次陷入危险。而小伙伴们也好不到哪里去，眼看通往救生舱的大门就要被关，幸好约翰伸出钳子，但这么小的缝，他们也过不了啊。大门的开关也在另一边。紧急时刻，约翰说他有办法，通过后仰，他成功打开门，终于看见救生舱。但莉拉说还不能离开，班德还没有回来呢。艾米的父母也成功从飞船逃出，他们还为艾米找到了一个好男人，他就是基夫。两人一见钟情。飞船离黑洞越来越近，这时候感觉不太妙。然而班德还没有回来，莉拉只好放弃等待。弗赖不舍关掉舱门，就在这时候，班德和伯爵夫人出现了，但大伙毫不知情。莉拉启动救生舱，班德纵身一跃，抓住飞船，但是拉力太大，如果一直都这样下去，所有人都会被吸入黑洞。伯爵夫人却班德放手，班德拒绝，没有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最后，伯爵夫人自己松了手，班德非常难过，不过至少他可以永久保留他的手镯了。赫米斯回答：“这是假的。”这下班德是真的难过了。早上好啊，大伙！一天，快递小队和教授来到了火星大学。谁能想到，曾经的不毛之地，竟然在2636年建了一所大学，还被改造的适合居住。这里不仅有传统植物，而且空气非常安全。王室图书馆，西部宇宙里收藏最多文学作品的图书馆。弗赖好奇偷看，这时班德叫众人看自己以前的机器人兄弟会。莉拉疑惑，班德回答：“我是压弯工，当然要上压弯工大学。顺便告诉你，我还辅修过机器美国人研究。”说完，敲响兄弟会的门，拜访了一下新同学。在他看来，能进这个会的都是最酷的机器人，但恰恰相反，他们不过是一群书呆子。成人主要有会长变速器、油条以及胖波。虽然比不上老成人班德，可也知道他的传奇事迹。听说他曾经在一个晚上喝完1整桶酒，在校园里狂奔，还把58个人塞进电话亭。哎呀，都是过去式，我该走了。等等，作为学校最差的兄弟会，你一定要教会我们怎么变得酷一些，行吧？但我要10桶酒，1盘放野狼 disco 的袋子和一个2层楼高的偷内裤专用梯。就这样，班德接受委托，帮助兄弟会成员们。这让弗赖不禁想起自己在大学时期去游乐城逍遥的日子。莉拉不相信他上过大学，事实上，弗赖
赖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大学辍学生，可是在莉拉眼里，20世纪的大学不过是收费高昂的日托服务中心，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衡量，弗赖顶多算得上是高中辍学生。所以为了得到相同的尊重，弗赖决定进火星大学，然后再辍学一次。说干就干，来到学生注册处，同班同学艾米问他选什么课，弗赖全问教授教什么课。教授回答量子位中子场数论，光听名字就知道没人选这个课。但弗赖是谁呀？这不就是馄饨玉米煎饼参数论吗？他果断选了他，把教授气到吐血。晚上，班德带兄弟会成员偷窃女生宿舍的电脑，然后不小心破坏了校园仆人的住所和仆人，4人慌忙逃跑。财政援助宿舍，弗赖对新住所非常满意，就是不知道新室友是何方神圣。这是啥？我要睡上铺。他叫甘特，是教授的实验课题及隐藏在箱子里的最终秘密。甘特还表示宁愿睡地板也不愿意跟笨蛋同屋。莉拉好奇他为何会说话，教授回答这得益于他戴的电子帽，该帽子利用太阳黑子产生认知射线。好一个对牛弹琴。弗赖除了帽子一个字也没听懂，而教授之所以安排2个人住在一起，是因为需要记住一个电话号码，因此弗赖必须和甘特握手言和。他主动拿香蕉示好，可甘特不吃香蕉，他更喜欢由豆腐做的香蕉味能量棒。第二天20世纪历史课，历史老师说，要想在我的课上得 A， 那你就得在20世纪生活过，这正合弗赖意。但无奈他太笨，分头还是被甘特抢了去，连艾米都夸对方可爱又聪明。教导主任办公室，班德热情地冲主任打招呼，主任却说机器人是学校的耻辱，因为每次火警响起，校内9铺被抢，人类尸体被侮辱，定是机器人惹的祸。对此，他宣布从今天起，机器人要受到12万份隐秘监察。胖博十分紧张，他一紧张就肚子饿，于是吃掉了主任心爱的船模，几人再次仓皇逃跑。另一边，弗赖不仅智商不如甘特，泡妞也比不上甘特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被他害得整夜都睡不着觉。在教授的课上迟到，弗赖非常生气。教授安慰他，表示没有那顶帽子，甘特不会比他聪明，所以为了实验项目，2人应该停止争斗，否则他就把他们都阉了。咱们走着瞧。家长接待日，艾米父母和主任相谈甚欢。原来只要有钱，成绩也能是浮云。甘特继续嘲讽弗赖，丝毫不知爸妈也来到了这里，因为他们没有电子帽，因此就是普通的猴子。甘特捂住双眼，觉得很丢脸。弗赖却不嫌事大，放他们出来，继续祸害众人。现场被搞得一团糟，甘特难过离开。班德也打算去蒂华纳玩玩，让胖波开开荤。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，我好紧张。回到宿舍，莉拉认为弗赖对甘特的做法太残忍，就像放学后的课外教学。不过相信今天之后，大家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动物。一直以来，甘特拒绝吃香蕉，努力适应人类生活，可父母的样子让他意识到自己终究只是一个低等动物。弗赖于心不忍，表示不是所有人都像自己的父母，至少你还有电子帽，那又怎样？它能使我聪明，却不能让我快乐。既然那么难过，为什么不回到丛林去？因为我是教授的夺奖实验，他就像我的父亲。没错，教授对他也抱有众望，这让甘特十分为难。窗外的丛林是那么美好，最后他脱掉帽子，还是选择回归了大自然。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，教授悔恨当初没有把他的腿打断。看着曾经的合照，他愈发难过。弗赖说：“你总是强迫甘特变成人类，可他只是动物，理应属于大自然。”看着2人争吵不休，莉拉想到个好办法，他表示应该去丛林让甘特自己做决定。兄弟联合会皮筏艇大赛，获胜的队伍将会成为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团体。如果机器人取得这次比赛胜利，监察会则被取消。为以示尊敬，主任也会在游行中扮成大元帅。所有人都瞧不起机器人，主任更是明目张胆地针对班德等人。此时，寻找甘特小分队到达丛林，莉拉见前方有影子在动，以为是甘特。教授立即拿出秘密武器，结果大失所望。在小溪边，他们终于找到甘特。不知这次他是选择教授手里的帽子，还是弗赖手里的香蕉？换句话说，是智慧还是动物理性？突然，班德开着皮筏艇经过，他本想找条捷径，不曾想不只害另外3人跌落小溪，也导致自己冲下瀑布。好在辛苦没有白费，冠军最终由机器人获得。而寻找甘特小分队就没有如此好运。现在只有甘特戴上帽子才能救他们，但普通猴子根本不知道帽子应该戴在哪里，这可急坏了教授。后来
经过无数次尝试，甘特终于正确戴上帽子。通过计算，他成功救下3人，不过自己却陷入了危险。这样也好，反正活着也没有意义。作为天才，他很痛苦；作为猴子，他蠢如牛，世界没有他生存的位置。甘特很想一了百了，可惜帽子缓冲了他的坠落，他完好无损，只是电子帽只能发挥一半的性能。教授想要修好它，甘特拒绝。超级智慧反而让他有很大的压力。如今刚刚好，他可以做一只穿西装的中等智商的猴子，还可以转系读商学院。班德也一雪前耻，没有人再瞧不起机器人。而后弗莱如愿辍学成功，甘特取得 MBA 学位，并成福克斯电视网总裁。胖波在蒂华纳感染电脑病毒，必须重启。莉拉和主任只约过1次会。班德在完成委托后，同兄弟会偷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，然后逃之夭夭。1999年，弗莱送披萨到福克斯电视台，他们正在播《单身女律师》。弗莱本不想看，但听说她穿着世界上最短的迷你裙，他立马睁大了眼睛。一会儿，电视结束，因为弗莱无意把啤酒碰倒，电视台发生故障。1000年后的8号星球失去信号，国王十分愤怒。好在很快信号恢复，只是看不了穿短裙的女律师，他气得毁掉电视。劳动节，弗莱和班德本想偷懒1天，赫米斯却说这是有钱大佬们用来分嘴的狗屁节日。说完瞬间打脸。这时莉拉邀请3人参加夏日海滩游，赫米斯和班德爽快同意，而弗莱只想把生命浪费在电视上。他表示他比真实世界的分辨率还要高。莉拉不想看他烂在床上，逆势带上他和大伙来到名胜海滩。想不到纽约还有总统山和比萨斜塔。原来在27世纪，纽约人选出一个恶棍市长，是他偷来了世界上大多数名胜古迹。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。赫米斯和班德玩起捉迷藏游戏，其余几个人则在玩沙滩排球。可惜每次约翰都能把球戳破。烦躁他决定去水下转转，因此错过班德为大家准备的汉堡。要知道，为了不让大伙饿肚子，他可是把屁股都烧红了。艾米却不珍惜，让尼卜勒大饱口福。紧急情况下，他求助于教授，教授只要把最后一罐比基尼给他。Oh my. There. 另一边，基友男以欺负弗赖来泡妹子。莉拉最恨这种伪男，可实际上他是职业海滩弱小欺负者，表面假装抢走莉拉，让弗赖反抗，实则是让莉拉崇拜弗赖，然后从中得到50块大洋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两人并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，弗赖就果断选择了钱。既然这样，莉拉向基友男发出邀请，结果对方拒绝，还表示自己是个同志。后来，弗赖的沙包终于建成，趁着还没有涨潮，大家合影留念。可就在摄影师班德正要按下快门的时候，一群外星人突然向海滩发起攻击，所有建筑被毁于一旦，人们纷纷逃跑。回到公司，弗莱觉得这下完了，教授却说没事儿，反正外星人入侵已经不是第一次。对于他们给地球带来的毁灭，总统表示应该放弃一切，忍气吞声，给外星人想要的任何东西。而入侵者8号星的国王目的很简单，他只想要总统，否则便把城市变成废墟。对此，总统立马改变主意，告诉人们，就算人们灭绝，也不要投降。说完，请出此次战役的领导人扎普。莉拉看见他就无语，扎普却命令所有能飞的飞船前来报道。至于那些没飞船的人，就武装起来，朝天空疯狂开火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大伙都被征召了。可班德不想战斗，他是巨幅编译者。不过当扎普激活所有机器人的爱国电路后，班德立刻甘愿为人类献出生命。很快，所有飞船都来到扎普的飞船上。他表示这次任务很简单，只需要消灭所有外星人，除了基夫，还有莉拉。因为胜利的关键是纪律，纪律意味着整齐的床铺，所以众人将被训练到即使睡觉也能整理好床铺。如今外星人的母舰已经在轨道上，如果能打中它的舷窗，其他外星飞船也会被毁。于是扎普命令飞船编队向外星人的炮火发起冲锋，用残骸消灭他们。弗莱提议可以让机器人先去。在天线的控制下，班德自愿接受任务。出发前，扎普不忘给莉拉一个飞吻。弗莱幻想自己能成为科幻英雄，但这不是电视剧。虽然他不喜欢现实，眼看战争一触即发，班德的鸡尾酒洒掉。为了给他报仇，弗莱猛烈攻击。终于，外星母舰被毁，3人开心庆祝。可事实是，刚才毁掉的是哈勃太空望远镜，真正的母舰还好好的。见越来越多的飞船牺牲，人类毫无胜算。莉拉毅然把飞船开回了家。公司教授已经找到低配版快递小队。他以为3人活不了多久，答应3天内给对方回复。此时，国王希望人类快点交出总统，总统只好辩解说灭族只是一个小代价，丝毫不知自己下一秒就被绑架。扎普将他送给国王，国王却表示他不是他们想要的人。谢谢我伟大的主人，我。
他们想要的是那个单身女律师，极想在人类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取得成功的一位未婚女性。扎普说，也许这是他无能的借口。不可能！国王又拿出照片，弗赖惊呼，表示自己认识她。莉拉不相信，他觉得他只会看电视，可这正是弗赖认识女律师的方法。一旁的班德算是弄明白了，原来国王是想看1000年前的电视剧。如果明晚9点他还见不到女律师，他就持续5天，每天都把地球升温到100万度，这可愁坏了大伙。而国王之所以能看到1000年前的电视剧，是因为8号星球离地球刚好有大约1000光年的距离。艾米本想通过网络找到单身女律师的录像，但由于20世纪大部分录像都毁于2443年，因此这部剧并没有留下任何副本。恰好弗赖看了该剧的前30秒，所以若能编出个结尾，他们可以自己来演。戏服呢由约翰负责，教授负责5兆瓦的广播塔，班德则是担当表演指导。至于主演当然是莉拉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山寨版单身女律师正式开演，国王看得津津有味。忽然片场发生意外，莉拉的台词读完了，她只能临时发挥，向法官求婚，弗赖却及时制止。他认为女律师不能结婚，这不是人们想要看到的结果。意想不到的事情只会让他们吃惊。国王也希望女律师能一直单身，众人不解。弗赖说，这就是电视观众，他们不想有任何新的东西。就像我，当其他人在享受生命，我在看电视浪费生命，因为我的内心深处坚定，有天他能帮我拯救世界。最后，法官拒绝女律师求婚，女律师重归单身生活。这结局令国王基本满意，他答应不会毁灭地球，并带所有外星飞船离开。人们高兴欢呼。弗赖继续沉迷电视，在他眼里，电视剧比现实美好。他能看懂电视剧里的一切秘密，却看不懂身边的每一个人。的确，毕竟电视剧有剧本，生活没有剧本。我们无法预知未来，却能清楚地知道电视剧的套路。电视上正在播放班德最喜欢的肥皂剧《我的全部电路》。小黄被戴了绿帽子，对方还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。他正打算解决他，可这时怎么能少了广告呢？一罐泡泡水，虫子变成万人迷。想要跟他一样吗？那就赶快去喝泡泡水吧！现在只要找到泡泡水中的获奖瓶盖，就能和万人迷虫子一起狂欢。地点就在 W 星球的泡泡水工厂。另外，友情提示：如果你不聪明，那就不要买了，因为中奖几率微乎其微。弗赖不相信，就算他已经喝掉10颗牙齿，但他仍要找到那个金瓶盖。莉拉不解，弗赖说：“这算什么？我在高中经常1周喝掉100罐可乐。”这时班德出现，他好像病了，全身发烫。教授打开他的身体一看，原来他已经发烧到900度。赫米斯难得体贴一回。约翰表示，检查人类我很有把握，但机器人我可不敢保证。说完转身检查弗赖，这水平真替班德捏了一把汗。终于分清谁是机器人，约翰开始了诊断。班德向他诉说自己的症状，肚子疼，而且已经严重漏电很久了。诊断结束，约翰不忍心告诉他实情，因为他得的是奇菌，到天亮就会领盒饭。大家开始安慰班德，或许你应该试试放血疗法，或许是吃点感冒药，再不行就服用安慰剂吧，反正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嘿，什么东西在咔嚓响？教授表示，那可能就是班德的病因。正好最近我发明了一个新东西，它叫 F 射线，类似于 X 射线，能看出来任何东西，即使是金属。但是微中子流会对人体造成轻微伤害，所以使用的时候要戴上防护眼镜。经过 F 射线的照射，大家终于找到班德的病因是艾米的手表。班德将它拿出，并向艾米道歉，却又偷偷偷走她的耳环。果然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事情结束，大家相继离开。教授让弗赖和班德把 F 射线锁起来，以免它落入坏人手中。两人兴奋来到街上，班德先拿弗赖开刀，效果不错。那照下性感美女呢？结果却是个人妖，长时间暴露在射线里。弗赖口渴难耐，拿起一罐泡泡水，又想起来那个广告。要是能知道哪一罐有中奖瓶盖就好了。班德说这还不简单。两人开始用 F 射线照射每一罐泡泡水，连小朋友都不放过。结果一无所获。回到公司，他把 F 射线还给教授。什么破东西，找了9万罐泡泡水，竟然只赢了这些垃圾。弗赖再也不想喝泡泡水了。班德拿 F 射线一照，没想到重力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他却在弗赖脖子处。大伙坐着飞船来到泡泡水工厂，工厂向导热情地欢迎了他们，还说在这里可以尽情地喝泡泡水。万人迷也出来开心地和他们击掌。班德说：“你会像电视里一样尽情地跟我们狂欢吗？”向导回答：“当然，这才是我们雇他的原因。实际上，万人迷必须整晚的狂欢，否则就会被炒鱿鱼。”在狂欢前，众人在向导的带领下开始了工厂贵宾游。来到生产区，这里没有庞大的机器，反而像后花园一样，可爱的橙子生物
正在工作，向导却说他们是呆子。来到生产区的最后一个车间，也就是制作泡泡水的最后一步，橙子生物往里面加神秘配料，配料会让泡泡水变得美味并使人上瘾。弗莱问他是什么，向导回答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。他试图用浆果转移话题，但没用。班德还是在问神秘配料，向导十分生气，警告众人不许再问问题。这时，好心的橙色生物告诉他们，在这里多嘴就会被打断腿，曾经就有伙计挂在了泡泡水里，历史很容易重演，所以低头闭嘴才能继续前进。向导继续介绍工厂，弗莱想喝泡泡水，向导拒绝说旅途中不准吃东西和喝水，只有等到狂欢时才可以。突然，莉拉发现一扇神秘门，门口还有武警。橙色生物正打算告诉他们实情，但班德制止。另一边，向导想让赫米斯解雇所有人，然后用一半价钱雇佣橙色生物，因为在他眼里，橙色生物就是奴隶。弗莱只想背着向导喝一口泡泡水，却刚好听见了两人的谈话，想到泡泡水里游泳，结果就真的掉了进去。可惜他不会游泳啊！莉拉跳下去救他，班德也跟着跳了下来。接着，三人被卷进了下水道，水池里根本不是泡泡水。他们还在这里看见了两扇门，不同的门对应不同的工厂，一个是真工厂，一个是假工厂。莉拉打开假工厂那扇门，外面是向导带他们参观的生产间，原来这是莉拉最开始发现的那扇神秘门。其余几人还在买纪念品，向导发现少了人，他立刻离开队伍去寻找三人小组，而莉拉也找到了泡泡水的制造室。他开门一看，弗莱忍不住喝了口泡泡水压压惊。这时大虫发现三人，并向他们发起了攻击，三人逃跑，可最后他们不仅没能逃出去，还自投罗网跑了回去。强大又恶心的虫子让莉拉都没有办法，因为它们可以瞬间分裂，而且大虫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排泄物很恶心，就像是分泌是蜜蜂后面出来的，牛奶是从牛下面出来的。三人被带去行星洞，班德将会被做成174个泡泡水罐子，莉拉会被泡在皇家泡泡水中，变成和大虫一样的女王。到时候大虫再把这些新泡泡水推向市场，如果人们不喜欢他们再换回经典泡泡水，赚他个几十亿。至于弗莱，他则要喝下一大缸新鲜泡泡水，但这对弗莱来说根本不是惩罚，是奖励啊！待大虫离开后，他救下莉拉，莉拉及时救下班德。看见泡泡水被倒掉，弗莱气得摇手，但当务之急不是泡泡水，而是逃出去。万人迷也很想逃出去，他早就不想干了。40年的狂欢已经让他精疲力竭。班德说可以，但是你必须跟我们狂欢。谈话间，大虫追上他们，最后万人迷牺牲了自己，拯救了众人。回去路上，教授向饮料管理处告发泡泡水，弗莱却阻止，因为就算知道它不卫生，大家还是要喝。在班德的带领下，众人为万人迷进行最后一次狂欢。其实，在现实生活中，类似于泡泡水的东西还有很多，比如垃圾食品，尽管明白它并不健康，但还是有很多人要吃。再比如熬夜、点外卖等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明知道这样做不好，但依旧甘之如饴。造成这种错误也不能全怪生产商，没有谁不想赚钱，赚钱本来就是商人的天性。因此，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自身。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控制自己，坚持好的生活习惯，你就不能？你完成不了的事情，总会有人完成。不要一边抱怨世界不公，又一边拼命刷着手机，这种事情80岁都可以做。现在还是好好想想未来吧，毕竟没有谁可以替你前行，除了你自己。